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KK です。Hello everyone, I'm KK。上次呢，我哋就睇過電車巴士博物館嘅巴士部分，今次呢，就輪到電車出場啦。門口附近有東京電車嘅歷史展板，而喺展板嘅下邊呢，我哋見到東急同埋東武嘅電車模型，呢啲模型都相當精細㗎。當中我最中意嘅呢，就係1000系，亦都有比較舊款嘅60同埋80型。呢度有影片介紹唔同嘅電車同埋電車行業嘅營運，啲小朋友真係乖乖地坐定定咁睇㗎喎，可能為將來做一個電車男呢打好基礎啊！頭先電視下邊嘅城市模型就唔可以玩啦，但係眼前呢個就可以啦。嚟到呢度嘅遊客可以用唔同嘅控制台控制對應嘅電車喺城市裏面遊走，當中可以控制電車加速、減速或者停站。有唔少家長都會帶住佢哋嘅小朋友嚟呢度體驗㗎。呢一個係控制車速嘅旋轉按鈕，呢一個係控制電車行走嘅方向，即係可以向前或者向後。跟住架電車就可以喺呢個城市裏邊任你操控㗎啦。而每次嘅收費都只係200日元，可以玩20分鐘。最重要嘅係可以攞自己嗰部電車模型放喺呢個路軌上面玩㗎。現場我哋見到將高津站完整咁樣還原，可以見到當年嘅售票窗啦、地圖啦，同埋去每一個站嘅車費。仲可以見到舊式算盤、印台同埋票架。喺冇電腦印飛嘅年代，當你同售票員講出你想去邊之後呢，佢就會喺對應嘅票架裏面攞張飛俾你㗎啦。喺度想問一問大家，平時坐港鐵或者去其他國家坐電車嘅時候，除咗部機食錢啊、蕩失路啊，或者跌咗銀包喺路軌之外，有冇曾經試過同乘務員講嘢呢？雖然我哋經常坐港鐵或者喺外國搭電車，但係都未必留意到附近為我哋服務嘅職員究竟做緊啲乜㗎喎。咁日本鐵路嘅乘務員又有幾多種嘅呢？就介紹一下當中幾個職位啦。首先係宅系員。平時我哋會喺月台上面見到佢哋，呢個時候佢哋主要嘅工作係會向車長同埋工作人員發出信號。當車門關閉嘅時候，佢哋又會檢查下係咪有乘客夾住咗或者未上到車，必要時就要揈旗仔通知其他工作人員啦。有時候睇其他人做嘢好似好容易咁，但係如果有人打交、搶劫甚至痴漢出沒，佢哋要即刻處理，所以工作都有一定壓力㗎。而其他嘅文職工作包括賣飛。不過就以去關西國際機場作為例子，已經有特急 Haruka、關空快速、空港急行、Nabito Alpha、Beta 咁多種類，所以幫遊客買到適合嘅車飛都唔容易㗎。另外佢哋都會喺站裏邊幫助乘客買飛嘅。不過大家唔知有冇試過，佢哋會突然間喺呢個窿度趌出嚟嘅喎。主要原因係因為乘客買飛嘅時候可能撳錯咗嘢，後台就會出alert，佢哋就會出嚟幫手。不過我真係見過有人俾佢嚇到大嗌。另外，如果遇到有需要用輪椅上落嘅乘客，佢哋就會帶備跳板去到月台幫乘客上車或者落車。除此之外，乘客所有其他奇難雜症都要佢哋處理嘅喎。我唔見咗個仔啊！你唔見咗個仔應該去報警喎。嗱，所以佢哋嘅工作其實都唔簡單㗎。現場有展板介紹佢哋每一日工作嘅流程，跟住我哋簡單介紹下車長嘅工作。車長嘅職責包括確認乘客上落車嘅情況，控制車門嘅開關，配合閘系員喺出發嘅時候向司機發出信號。當遇到危險嘅時候，要緊急制動，令到列車停止運行，確保乘客嘅安全。沿途控制顯示器向乘客發出公佈，例如車站嘅信息。其他工作包括檢票、控制車裏邊嘅冷暖氣、光暗。行車嘅時候，一切嘅突發事情，例如乘客打交、失常、心臟病發、兇殺案，甚至屍殺列車等等，都要第一時間作出協調同埋通知下一個車站做應對。所以車長同埋司機都係列車上面最重要嘅工作人員嚟㗎。而現場亦都有展板介紹車長每一日嘅工作流程。最後就等我哋介紹一下電車司機嘅工作內容啦。
每一日出車之前，佢哋要先做酒精呼氣測試。第二就係確認佢哋嗰一日嘅工作路線。第三就要好似特工隊咁樣對標，跟住就可以攞車時同埋行車時間表啦。為咗保持整個鐵路系統順暢運行，司機會被嚴格要求準時入站同埋開車，以確保唔會影響其他電車嘅班次運行。所以除咗對司機嘅駕駛技術之外，對執行指令嘅能力都有相當高嘅要求。之後司機就會正式去車廠攞車開工噶啦。佢會將電車由車廠開到月台嗰度，並且安全咁樣接載乘客去到佢哋嘅目的地。如果好似呢位司機咁樣係駕駛市電或者城市路上面行駛嘅電車，要留意紅綠燈、十字路口嘅行人同埋其他車輛，有時候仲要好似上一集啲巴士司機咁樣清潔車廂。呢一啲瑣碎嘅工作就會同駕駛新幹線同埋地鐵嘅司機有啲唔同啦。就咁睇揸電車就只需要加速同減速，就唔需要好似揸車咁要扭軚轉彎啦。但係都千祈唔好以為就係好容易喎，因為好多唔同嘅路面情況都會好影響佢哋工作噶。就好似呢一個站，秋天嘅時候就會聚集唔少另類嘅遊客啦，有時仲會阻住視線影響駕駛。另外，唔同電車嘅類型、路面車輛嘅數量、塞車嘅情況、載客量，以至天氣等等嘅因素都會影響行車嘅穩定同埋安全性。所以唔係淨係跟住條路軌行咁簡單噶。但係千祈唔好覺得電車司機呢個行業係男性嘅專利。就我留意就有唔少女性喺日本做電車司機，佢哋嘅駕駛技術同埋態度都好好，感覺就好似整個鐵路系統都由每一個工作人員努力而支撐起上嚟。除咗以上介紹嘅工種之外，鐵路系統上邊仲有車站司令員同埋其他員工。而我哋而家就見到一位技術人員指揮兩部電車連結喺一齊嘅工作啦。而所有關於鐵路嘅工種都會喺博物館裏邊有詳細嘅介紹，所以即使唔係鐵路迷，呢度都好值得嚟參觀噶。跟住落嚟，我哋睇睇博物館嘅硬件部分。DH-3450型係東急3000系列嘅成員，亦都係上世紀80年代電車嘅主力。現場就有一部實物可以俾遊客親身感受一下啦。呢一套由日立所製嘅引擎，聲音聽起上嚟仍然好精神噶。排咗好耐隊啊，終於到我入駕駛室啦。首先我哋就去右邊呢個位置閂咗個車門先。而家架電車呢係停止嘅狀態嚟嘅，而個壓力計嘅指標呢亦都喺度上升緊。所以我哋首先 release 咗支剎車桿先，然後就可以開車啦。我哋見到架電車嘅車速開始上升啦。然後我哋試下減速，然後停車。最後就完成咗開車同埋停車嘅體驗啦。咦，有個警報器喎，會唔會響呢？唉，其實好奇之心啊，人皆有之。如果響嘅話，真係大鑊啦。跟住落嚟出場嘅係 DH-200型，佢另外有一個外號叫肉電啊。喺上世紀50年代，佢係多摩村路線嘅主力電車，同時係低地台結構嘅劃時代兩卡絞接式電車。低地台就可以方便乘客上落，而每次用兩卡出勤就可以大大舒緩當時人口增加對交通運輸帶嚟嘅壓力。而佢嘅標誌就係飛機式嘅車頭設計啦。
但由於維修同埋操作都比較麻煩啊，服務14年之後就隨住多摩村路線改組而消失啦。我哋睇睇現場車廂嘅內部，以當時嚟講已經係十分舒適，亦都係相當通風嘅設計嚟噶。駕駛室裏邊我哋見到30重工嘅標誌，好似其他一般嘅電車一樣，左邊就係車速嘅控制，而右邊呢就係制動嘅部分啦。跟住我哋睇翻啲近代啲嘅電車啊，呢一部就係東急8090系嘅電車，遊客只需要用300日元喺橙色售票機裏邊買飛，就可以享受一次電腦模擬嘅駕駛啦。旁邊仲有工作人員提供幫忙同埋講解。個駕駛室同真車真係可以話一模一樣啊！我一個人嚟啊，所以玩嗰陣時係拍唔到咁啊，所以啊影下其他人啦。其實同玩電車高嗰隻 game 呢，分別就唔係好大嘅啫。不過最重要就係有實物嘅駕駛室啦，同埋專人嘅講解。300日元其實好抵玩噶。最後當然係依家嘅東急5000系嘅出場啦。雖然現場係冇實物展示啊，但係就提供咗唔少電腦模擬嘅體驗啦，都好受小朋友歡迎噶。睇下又有一位女電車司機接受培訓啦。唔經唔覺行咗3個鐘，係時候攞車走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人過得幸福嘅8個徵兆，一齊睇睇我哋擁有當中嘅幾多個啊！第一，你瞓喺有瓦遮頭嘅地方；第二，你今日食得飽，着得暖；第三，你有一個善良嘅心。第四，你有乾淨嘅水可以飲。第五，有人在乎你，緊張你。第六，你有能力進步或者改變現狀。第七，你有夢想。第八，你今日仍然擁有健康。健康嘅人可能有好多個願望，但係病嘅人就只有一個願望，就係想要健康。有時候好多我哋擁有嘅嘢會俾我哋視為普通，甚至乎必然。但係如果學識感恩同埋珍惜身邊每一個人、每一件事，人生一定會變得更加快樂。以上係今次影片全部嘅內容，多謝你嘅收睇，我係 KK，我哋下次再見，拜拜。